大家好，他是健哥。很多人的印象中，一体机是夹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中一个不伦不类的存在。很多人的一体机产品也确实只是把笔记本的本体和台式机的屏幕做个简单的拼凑，价格贵还没啥特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联想这台 Yoga R7 一体机是否能让你对一体机的看法能做出些改变呢？首先来看一下外观，联想 Yoga R7 整体采用了塑料外壳加青色喷漆的设计，官方称之为青山绿配色。这个喷漆有金属的质感，摸上去手感不错。正面是一块27英寸、4K 分辨率、60赫兹刷新率的 IPS 雾面屏，4面窄边框。这块屏幕通过了 HDR400认证，面板来自京东方，实测在标准模式下色域覆盖 99.8% sRGB、80.8% Adobe RGB、93.7% P3 色域。色准方面，平均德塔 E 1.89。我们收到的包装盒内还附赠了一张出厂的校测报告，屏幕素质还不错，可以满足一些基本的修图需求。屏幕可以上下俯仰调节，但由于屏幕俯仰是跟随机身的方式，所以无法做到左右的旋转调节。上下调节的阻尼非常低，单手就能轻松完成。手感的话就一般般了。将屏幕上升到最顶端后，还可以单手旋转进入竖屏模式。屏幕自带重力传感器，在系统内会自动切换显示方向，非常方便。这里多说一句，屏幕转动的手感非常的顺滑。屏幕上方的橡胶塞内预留了一个 USB 2.0 Type-C 接口，给配套的摄像头用的。不过我们并没有收到这个摄像头。屏幕下方使用了织物材料，看起来比较高档。右下角是联想的 logo， 同时2个5瓦的扬声器就藏在织物下方。这个音响还有 JBL 的标，看起来是和 JBL 合作的。联想官方说法是新增了第3被动振膜，减少共振，人声更加清晰。具体音质我们录一段音，大家感受一下。目前的一体机大多是通过加宽屏幕支架来塞入主机这个一个思路，屏幕后面的屏幕支架便是主机部分，整体是中间厚两边薄的样式，外观看上去非常圆润。背部下方是主要的接口，从左到右依次是电源接口，一个 DP 1.4，一个 USB Type-A 支持关机充电，一个千兆网络接口，2个 USB 2.0支持键鼠共享。具体怎么共享呢？我们在后面的功能部分演示。最后是一个 USB Type-C。主机在左面是一个 USB Type-C， 支持 DP-in 信号输入，但是不支持输出。一个 USB Type-A， 一个 3.5 耳麦2合1接口和一个一体机一线连切换键。右边是显示器 OSD 功能摇杆和电源键。除了那2个 USB 2.0 键鼠共享按键之外，其余的接口都是10Gbps 速率。如果不算顶部的那个预留给摄像头的 Type-C， 总共是4个 A 口，2个 C 口，共6个 USB 可用，基本算是够用了。整个的外观来说还是挺有质感的，有那种能摆在前台做个门面的样子，放在家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摆件，比不少傻大黑粗的一体机要美观，毕竟价格也摆在这了。看外观，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和性能。我们收到这台 Yoga R7 一体机是32G 内存，带独显的顶配版本。极显版本除了没有独显之外，内存的话也统一减配为16G。不过这种机子一般定位于办公、语音、娱乐，16G 内存也完全够了。这台顶配的 Yoga R7 的 CPU 是 AMD 今年新推出的6000系列锐龙7 680H Zen 3 Plus 架构，6纳米工艺，8核心16线程，基础频率 3.2G， 单核加速频率 4.7G， 全核加速频率 4.3G 左右。220单核心600分，多核心5554分；223单核心1548分，多核心14336分。10分钟分数的话，基本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看来散热还是挺不错的。这个 CPU 性能基本和台式机的 5800X3D 相当，但是得益于工艺的改进，这个功耗比起桌面端有所改善。接着再来看一下显卡，顶配版搭载的独显是 RX660M， 是 AMD 去年7月份推出的型号，在旧款的 Yoga R7 一体机上就有搭载了。所以今年的新品在配置方面只是相当于在去年的旧款机型上更新了 CPU。实测理论跑分如下，和台式机的 RX660是差不多的。
弱于台式机的 RTX 3060，但是由于这台机子的定位是办公电脑，游戏性能什么的都不是很重要，所以这里就是简单的跑了一跑。驱动版本 22.6.1，测试使用的 4K 原生分辨率。我们说到这款正式版 BIOS 是没有 SAM 选项的，连 SAM 都开不出来，所以游戏部分的测试简单看看就好。网游基本能在60帧以上，大型单机古墓11跑不到60帧，而地平线5的话可以跑到。3大洲这块可能还是要降低分辨率运行。不过生产力测试方面就不太行了，除了 PS 软件能和 520x3D 跑分差不多之外，由于没有 N 卡的酷大加速 ，PR 和 A1 的测试分数都非常差，甚至打不过1240加3050组合。日常办公做的 PS 是可以的，视频渲染方面还是买 N 卡的机子比较好。内存是板载的 LPDDR5 6400兆赫兹，在联想电脑管家里面显示是6400，但是在 Ada64 和 CPU-Z 里面都无法正常显示频率。Ada64 的内存与缓存测试如图，延迟有些高。不过毕竟是轻办公的机子，性能和延迟就不多要求了。内存不管是16G 还是32G 都妥妥的够用了。硬盘用的三星 PM991 1TB PCIe 30x4的固态。实测读写性能如图，连续读写只有2000兆每秒左右，黄外写入只有大概500兆每秒。目前入门级固态的连续读写都有3000兆每秒左右，联想没有用他们常用的三星 PM991，有些拉垮了，可能还是为了更大的容量做了妥协。网卡用的是联发科的 MT7921，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吐槽的 ROG 在他们的高端游戏本上用的掉线网卡，很多用户机子到手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换上英特尔的无线网卡。大家能理解啊，因为今年的英特尔的无线网卡它缺货很厉害啊。联想的说法是，英特尔的无线网卡主要还是要供给英特尔的 CPU 的机子，都怪英特尔，可以理解。我们看到联想官网的驱动下载页面，除了联发科的711网卡，还有 Realtek 的 RTL8852BE 和 RTL8822CE， 一共3个无线网卡，有点抽人品了。看硬件参数，我们来看一下散热。室温25度左右，风扇设定为野兽模式，单烤 IPU 核心温度80度，频率 4.2G， 功耗82瓦；单烤显卡核心65度，显存68度，频率 2.1G， 功耗100瓦；双烤 CPU 核心86度，频率 4.0G， 功耗75到80瓦，有轻微的过热降频；显卡核心68度，显存70度，频率 2G 左右，功耗97瓦；背面的出风口温度60度左右，背板温度38度左右，屏幕背面的温度48度左右，适配器47度左右。游戏时 CPU 大多在 4.5 到 4.6G 浮动，显卡也是 2.6G 频率加100瓦功耗跑满的。说实话，这个散热效果接近台式机了，比游戏本强多了。或者说联想其实还是保守了一点，660M 才100瓦的功耗，其实可以给显卡增加一点功耗，这样游戏表现会更好。总体来说，散热很不错，双烤时的噪音只有38分贝左右，基本上不怎么听得见，和环境音差不多。相比笔记本的噪音要好很多，毕竟整个的散热空间要比笔记本宽敞很多。接下来便是拆解环节，背面这一整块塑料板没有螺丝，只有卡扣，直接可以取下。取下盖板后，下方的防拆签就会断裂，撕去保修。上方是散热模块，有2只出风口12厘米的涡轮风扇和鳍片，中间是主板保护罩，下方是音频单元。其实这个有点想吐槽，你看到以为这个整个织物网罩下都是音响，其实只有下方的这一部分。拧下5个固定螺丝之后，即可以取下保护罩，露出主板本体。左上方是 RX660M 独显，显存和下方的一排供电都有铜板覆盖到。右侧是 R76800H CPU， 周边是板载的 LPDDR5 内存颗粒，也有散热片覆盖。整个的散热模组是双风扇6热管的结构，其中有2根热管为共用。不过背面的盖板并没有做到直接的进风的开口，这2个涡轮风扇的进风只能靠侧面的小开口，面积并不很大。不过参考前面的散热测试，这个规格的散热完全够用，可能是出于美观和防止进灰的考虑。补充一句，低配版没有独显的机子就是单风扇加双热管了。主板中间是2个 MDR2280的硬盘位，上面已经插了一根三星的 PM991 2242的规格，对应的保护罩上有个硅脂进行导热。高负载下测试显示硬盘温度才53度，还是比较凉快的。右下角是无线网卡 MT7921，支持 WiFi 6和蓝牙 5.2， 有条件的话还是换成英特尔的 H220之类的无线网卡。整个机器的内部用料还是不错的，散热也做得比较扎实。看了性能和拆上的东西，我们还要回到一体机本身。夹在笔记本和台机中间，联想有个 L7一体机，它到底有什么价值？传统的一体机，包括前一阵子推广一大堆的所谓的电竞一体机，就像是笔记本的本体再扣个台式机的屏幕，硬件的适应能释放会差一些，屏幕素质也不是很电竞，还无法单独使用。而联想 U227 显然就主打的不是性能，而是在屏幕的连接性上做点文章。机身左侧的 Type-C 接口支持一线连 DP 输入，比如我们接上拯救者的 Y700安卓平板后，向下拨动这个切换开关就可以切换为一线连模式。
一体机的屏幕显示平板内容，同时背部的2个 USB 2.0 支持键鼠共享。这在一体机上的键鼠在开关切过来以后，也可以在平板中使用，非常的方便。当然也可以连接 Windows 的平板或者笔记本使用。同时，这个 Type-C 接口还能为外接设备供电。联想官方宣传是最高95瓦，不过我们手头只有60瓦设备，就没有办法去验证了。很多的中高端显示器其实都在主打 Type-C 的一线联，这下就有了外接显示器的感觉了。而且屏幕自带的中立传感器，画面可以在屏幕触载之后自动切换，还是有一定的使用场景的。不是好多人去看舞蹈视频都要喊的要竖屏的，什么点赞过多少就是竖屏，当然也可以竖起来写写代码什么的。除此之外，机身右侧还有一个显示器 OSD 菜单的摇杆，不过 OSD 菜单内的功能并不多，只能简单的调整亮度、对比度、扬声器的音量以及显示模式，还有一个画中画的功能。切换为画中画之后，就是左边台式机，右边平板电脑的画面，可以一边看平板电脑资料或者文件，一边在台式机上编辑。配件中还附有一根一线连的 Type-C 线和一套无线键鼠。键盘是普通的薄膜键盘，手感很一般，日常普通办公基本够用。外观音色上和一体机非常搭配，放在桌面上也比较耐看。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联想 Yuga 27一体机，27英寸 4K IPS 屏，标压27+6600M 独显的配置，散热和性能释放都很不错。除了 AMD 本身一些软件优化上会落后些，日常办公游戏都足够使用了。整机的外观和使用体验都很不错，整机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线材连接，可以通过一线联直接连接其他设备，完成数据和充电的功能，甚至和一体机本体共享一套键鼠。满载时也没有什么明显噪音，再加上有重力传感器的可旋转升降屏幕，相比一些把笔记本的本体加台式机的屏幕简单拼凑的一体机，联想 Yuga 27还是有一定亮点的。价格方面，独显顶配版本10999元。如果对性能要求不高，个人推荐购买 R5、R7 加核显的低配版本，起售价格7699元。虽然只有内存16GB，但是大部分用户也基本够用了，毕竟也不会拿这个机子做什么特别重的活。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看了我们的测试，你是否会去购买联想 Yuga 27一体机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有要观众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点的对我非常重要，一定要点赞哦。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课 4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两套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上面潮玩课。这里潮玩课，我是剑哥，我是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